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关于紫元的10个问题下集。在上集中，我们讨论了紫元的系数跟机制，对紫元先有一个通盘的了解。还没看上集的建议先去看。再来下集我们会补上剩下4个问题，包含实战、系数比较、造型与武器，还有最后的要不要抽。那就让我们继续下去吧。首先是打 BOSS 的部分，主播体验了大多数 BOSS 下来，发现紫元与2代角色们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的忍术被切成4段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机制。在打 SS 加或者单人 BOSS 的时候，这种分段的机制让紫元比起龙焰跟学武更能避开 BOSS 无法被打到的时刻。但是比起星闪跟飞斩这种随收随放的角色来说，如果空招一次就是空1段。但好在紫元的系数0命就有46，而6命能到超过50。透过在雷域跟血域的切换，紫元确实可以快速恢复状态，但是他的大招保命性并没有到非常好，特别是第1段转换第2段的时候，那一段的空窗期很常会漏攻击过来，所以玩家需要开大同时躲避弹幕攻击。像洛青这种一大无脑开的模式，在3代忍者中会比较少见，会更着重于操作与对角色理解的掌握度。使用上会比较多细节需要去注意，也因为可以无脑免疫的时间比较少，紫元在面对不可消弹幕的 BOSS 时，第1段、第2段大招释放要特别注意闪躲，而第3段虽然有类似紫电白红的麻痹，砍出去之后可以替忍者争取躲避的时间，但已经被释放出来的弹幕还是要手动躲避，进入到尾段大招才能有完全的无敌状态。所以我觉得专武紫电白红的护盾可以来辅助紫元大招前段的生存。而打背板能力的部分，紫元大招每段对于背板的能力都不同，一是只有尾刀可以打中贴背，2是可以命中全部的伤害，包含追踪雷跟扩散雷柱，3是的斩击状况跟1式很像，但尾刀可以打到远处的背板。终结技也是有完整背板能力的，只要 BOSS 是可以命中的状态，紫元就能把它挑起来砍。整颗大招背板的系数至少能保留6到7成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紫元的跑图能力，雷域状态下3段跳飞，主播挺喜欢的，手感跟伊贺非常像，但最后的漂浮可以自己手动，也就能飘过更远的距离。只要节奏把握得当，这个3段跳飞是足够飘过噩梦暗之域 P1 前段神区的黑洞跟黑泥的，这样就显得专属宝物棋谱的重要性。毕竟开场要有3道雷诀才能有飞行能力。至于跑图开大刷钱的部分，紫元大招前段会有个清屏，虽然系数低到不可见，但对于地图中障碍物也是有效的。只要地图中的障碍物是可消的，1到3式都能有特别好的效果。终结技的部分会一去不回头啦，没有 BOSS 就不会有无敌的动画。至于 1v1 或 3v3 模式，面对限制如虚弱或诅咒盾，紫元只要有意闪躲，基本上只会被限制到1/4个大招。在 PVP 模式中，这样种限制对于紫元的效果并不是很突出，但封印就特别有效。一般限制卡如果没有丢得很好，就算我们按下去的瞬间被丢限制，像这边莎莉亚丢主播一个诅咒盾，主播只要不点击大招，完全可以无损避开这张诅咒盾。等诅咒盾消失之后，继续开大就好。不过在打的过程中，还是要特别注意不要受伤啦，受伤太多可是会掉状态的。而最后终结技的部分，就算已经进入无敌的动画，被封印到也是会直接断大，不像飞斩还能砍出最后一斩。造型的部分，这次推出的是摇滚狂想，紫元手上的刀变成电吉他，身后的舞台也充满重金属的风格。我们看一下实战画面，紫元身周的皱纹变成音符，并且盔甲色彩也有所改变。主播个人觉得有点像异化毒龙，整体画面上色彩偏亮。其实对于看到 BOSS 攻击并不是很好，光害非常严重。如果弹幕是不可消，主播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弹幕被打死。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造型，不知道各位观众的看法如何？至于专武的部分，紫元的专武是紫电白红，种族特工上也是打野兽的。这次同步推出的幻化是血雨，视觉上整体偏红色一些。关于紫电白红的整体介绍，主播也以10个问题的模式推出了一部影片，看完就都懂了。再一次对比其他角色的各项参数，这边主播将紫元对比2代忍者做了3张图片。首先是系数的比较，在2代忍者中，纯看系数可以接近紫元，甚至拉开跟其他角色一段距离的只有飞斩。
顺带一提，主播接下来的所有数据都是满配，只装3勾套，小队都带 SR 忍者的数据。不过系数归系数，系数乘上攻击力才能转换为伤害。这张图主播整理了忍者的大招攻击力、对特殊种族时的大招攻击力，还有武器攻击力，分别以淡蓝、橘黄跟紫色呈现。可以看到，其实飞斩跟紫源对比并没有被拉开太多的差距。不过在整理的过程中，主播意外的发现，其实学武的常驻攻击力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。总体来看，还输星闪一截。再来我们看一下实战打出的伤害，由左到右其实就是一套由低到高的伤害排名。一赫最低，因为加成全在武器上。学武开始有额外的伤害加成，像寒星、落雷跟龙战。看到右边其实可以发现雷域状态的紫源各项参数其实略输给飞斩，所以我们要打伤害的时候还是接应切成血域。不过紫源的优势就是被动是常驻的，不会因为要在短时间内打完伤害而需要一直追求输出环境，在机制上还是比2代忍者们更加优秀。最后就是主播的抽取建议了，紫源是第一支3代忍者，从现在来看，各种机制确实比2代忍者们更加完善。但操作上也有一定的要求，并非无脑角色。再加上优秀的系数，至少能强2到3个版本。如果决定好体验一下雷系真神的强度，可以先抽1支玩玩看。经济许可的情况下，一定要买碎片礼包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如果已经确定要抽紫源，但资源不够的，先抽到2命，然后转战专武紫电白红，抽武器的 CP 值更高一些。再来就要抽到4命了，卡在3其实有点小亏，4命是一个大提升，上限提高，机制加强，手感上会好非常多。5命提高整体的稳定性跟长期伤害，也是很值得抽的命格。6命就不用说了，目前天花板。总之就0、2、4、5、6，看各位自己的钱包深度了，量力而行啊。主播自己会试试水温啦，前几波角色池已经血流成河，抽抽看，如果不妙就抽1支买礼包之后收手，但高几率还是会上头。总之到时候直播见。以上就是关于紫源的全部介绍。关于问题9，主播未来会专门拍一部影片来讲一下怎么算的。对于影片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下面提问，也欢迎分享对于这波出紫源的看法，还有你们会不会抽这只角色。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一部紫电白红的测试影片见，拜拜。